人均50块带你玩转印尼的 Bromo 火山最全自驾攻略，外加逃票秘籍，这期来了哟！Hello， 世界那么大，谁带你游天下？那现在呢，我们是在中国的重庆，现在重庆的温度是差不多5、6度的样子，我们坐在外面啊，说话的话更加自在一些。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在印尼 Bromo 火山的全系攻略啊，全部分享给大家。那首先第一点啊，就是怎么去到印尼的 Bromo 火山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买一张机票，这个是必须的。你可以飞2个地方，第一是雅加达，第二是泗水。落地印尼，不管你是在雅加达还是泗水，肯定要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入境的问题、办电话卡的问题、交通的问题。那 OK， 接下来一一给大家讲到。那首先入境啊，入境印度尼西亚呢，不管你是在哪个城市入境啊，35美金，用印尼盾的话是500千，大概是250块钱。但是你用汇率来算的话，可能就只有230到240左右。其实最划算的就是直接取印尼盾，然后来过境。如果你直接给人民币的话，可能就是250块钱，也有可能被收到300，可能被收到400，这个是不等的。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印尼盾。OK，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印尼过境会不会被收到小费？我们在雅加达是亲自看到的，会。点是在于你可以给或是不给，这个就是选择权是在你这里了。那印尼泗水这里入境的话，因为我没有走过，所以具体收不收小费，只有等你们来试一试，来看一看咯。办电话卡的话，我们是从雅加达进的，所以呢，在机场办是非常的贵。但是泗水机场的价格是不是比市区贵？这个我们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没有在泗水机场办过电话卡。泗水到 Bromo 火山呢，一共有2条线路，你可以去到2个城镇，也就是中转点。第一个呢是旁越，第二个呢是马郎。旁越可能比马郎要小一点，而我们希望就是在这个城市有所停留，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了马郎，而没有选择到旁越。马郎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它其实很大的，它包括我们住在广场边上100年的一个荷兰老酒店。对，其实这种100年的酒店在马郎它是很多的，有100多的、200多的、300多的、400多的都有。而且我们到了那里以后，就会发现街上你基本上可以看到稀稀疏疏的外国人了，就说明这个城市它还是和旅游很有活力，对，和旅游有关的。对对对。而且你看，我们走到它的一个步行街上，它也是车水马龙的，而且很多人吃的也有，然后夜生活也有。就是马郎这个城市，你去了火山，在这边来休息休息，住1-2天，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，还是蛮惊喜的。这个城市夜生活很丰富，很有活力，很青春。到 Bromo 火山呢，就分2个派别啊，一个派别呢就喜欢跟团啊，省心安全啊，省事儿，有这种很帅气的吉普车。这里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更加适合于女生，更加适合于看看这个火山，打打卡、拍拍照的，留下我人生最漂亮的一张照片的。坐这个吉普车以后呢，你就不能逃票了，你就必须要买这个门票，必须要买的。这个吉普车呢，会到了每一个景点，就会给你说啊，这里可以拍照，你要怎么来摆这个位置，你可以把吉普车做成它的一个道具，然后来拍很多风光的照片，这是它的一个优势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像我们一样更注重这种过程的啊，喜欢骑行的，喜欢自己去探索的。摩托车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自由，除了自由呢，还有就是价格的便宜。因为我们除了租摩托车和用油要用费用以外，我们可以去淘这个门票。对，而这个门票其实算起来的话，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头。那么说到这个门票的时候，我插一句啊，并不是说我们为了淘这个门票而淘这个门票，我们淘这个门票是因为有的人他淘了这个门票，如果我们不去淘这个门票，那么只能证明我们比人家要傻一点。所以我要证明我不比人傻，所以我要淘这个门票。好，这就是摩托车。当然了，说了这个好，然后摩托车的坏，就是你早上要从马郎出发的时候，要骑行将近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，然后到布罗莫的山下，然后还要骑行那一段痛苦的沙海，这个我们放到后面来说。喜欢骑行的朋友的话，一定不容错过。你可以看到乡间田野，可以穿过树林，可以走进森林，走进原始。而且你在每一个景点，你想停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停下来拍拍照，就很自由。那各自的不同的方式的话，就看你怎么选择了。
泗水到马郎的话，其实它是有火车可以选择的。其实坐火车的话，比坐汽车是更方便，因为泗水的火车站和马郎的火车站它都是在市中心，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它火车的班次非常的少。好，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，就只有坐汽车。坐汽车的话，我们首先要从泗水坐火车到汽车站，然后再从坐汽车，然后到马郎的一个城外的一个汽车站。对。啊，这要25千，从马郎回泗水的话是20千。然后，因为我们到了马郎的这个汽车站以后呢，马郎的汽车站离市区又很远，对，所以这一段距离其实我们打车的话，基本上是70千。70千，如果我们租一个摩托车的话，也才150千一天。租摩托车其实很简单，就打开谷歌地图，然后搜索 rent motorcycle、rent motorbike， 然后它就会把我们附近的这些有出租摩托车的点给标出来，然后我们就直接走过去问的第一家是直接人家的一个小别墅里面，它有几个摩托车，但是都是125的，不太好，而且最离谱的就是他知道我们去火山，他还要加我们50千，算下来就是175千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去了第二家其实离它很近，可能就100多米，它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租赁的一个小店，它里面有2辆雅马哈的150的一个摩托车，建议大家还是稍微租大排量一点的，因为沙海骑行的话，它排量大一点会好很多。大家在租摩托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它的里程不是唯一，它里程只是一个很小的参考，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试它的动力，试它的刹车，试它的整个的一个机械结构。摩托车我肯定没有他专业，所以他讲的那么专业，我都完全插不上话。但是对于价格上面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很便宜的。租一个摩托车，它要加200千，谷歌地图上面搜的 rent motorcycle， 然后下面人家有评语，对，评语上就写了150千，然后我就把那个价格拿给他看，我说你看人家写的150，他说好吧，那就租给我们150。是的，反正还是蛮便宜的，坐起来、骑起来的话也蛮舒服。我一个女生坐后面，我有时候要背书包嘛，背装备，所以其实整个来说后面比较宽，舒适感还是比较不错的。还有一定要下 WhatsApp， 一定要注册，因为像那个租摩托车的，如果你没有 WhatsApp， 他联系不上你的话，他宁愿不租给你，这个不是钱的事情。印尼这边租摩托车啊，他是不会要什么国际驾照啊、杂七杂八的这些复杂的。其实你如果是没有带驾照，你就把护照押给他，带了我的驾照，我就直接把驾照押给他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没带驾照，可能你带了身份证，你把身份证押给他，其实也是可行的。这个就是你和他怎么来聊这个事情。建议大家的话带2套，穿一套自己很漂亮的战袍穿在里面。外面的话建议就是工装系列的，因为它那个风沙很大。更直白一点，就是外面这一身最好就是你准备去完火山直接丢掉，直接就可以扔掉的衣服。哪怕你坐吉普车也是一样的效果，因为你到了沙海你也会走或者是骑马。口罩建议大家还是戴一个，只有一个训练。哎呀，好多沙呀！建议把无人机带上，因为拍火山这个一生可能就1-2次的机会，视野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飞到正在喷发或者是要喷发的火山的镇上面去看那个震撼的场景，这个无人机一定要带上。还有就是，如果是你是和我们一样租摩托车的话，其实我建议戴一个骑行的手套，因为骑行的手套的话，它会让你的骑行更加的舒服一些。也可以戴一个魔术头巾，因为那个头盔的话和摩托车它是租给很多人的，那个头盔也是无限个人使用过的。那戴一个头巾的话，隔离脏东西，然后第二的话也让自己的头发更加干净一些、舒适一些。去 Bromo 有2种时间，一个是看日出，一个是不看日出。看日出的话，那就要起个大早，基本上通宵都没得睡，到晚上凌晨1-2点就得出发。跟团的话，坐吉普车都是晚上去的会有一点冷建议带一个薄的羽绒服。如果是你选择看日出，那么你会收获到的就是火山和美美的日出。如果你不看日出，就像我们一样的选择晚一点的话，你会收获到的就是你承包了整个火山，就是没有什么人，你可以自己随意的拍，没有人和你抢位置，整个风光，整个 Bromo 独属于你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。
摩托自驾逃票线路啊，让你50块钱玩转 Bromo 火山，让你不用买门票啊。首先呢，我们从酒店一出发，然后就导航到一个点，导航点叫做 Bromo Explorer。从这里以后，我们就会走小路，而从马廊到这个点的路全部都是柏油路，当然也有一段是山路，但是它的路整体来说都非常的好，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，就是它的坡度非常的陡，但这段路的景色是非常不错的，路边也有很多小城镇可以吃点东西，然后吃点早餐。到了这个点以后呢，然后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导航行程，还是一样的谷歌地图导航到 Bromo 最近的一个观景点。当然你要导航 Bromo 所有的观景其实都是一样的，但是你就要把那个线路从摩托车、汽车切换成步行，然后它就会出来一条全新的路，而这条路就是你逃票的起点和终点。当你快要进入这条路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路边它就会有本地人，就给你在那里说，哎 Bromo， 意思就是可能是告诉你 Bromo 应该是走这边，但是你不要管它，你还是按照你的导航你一直走就行了，你也不用下来问。这段路呢，它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些碎石路，其实路面状况还是挺好的，到后面它就是土路，就是那种标准的人行的一个土路，但是它没有台阶，不是很远，它只有几公里，它的土是非常的多的，所以说你骑过去以后可能就是尘土飞扬的。但是你像我们是租的是踏板摩托车，踏板摩托车其实它有一个最好的优势，走这个路就是它很矮，你把两个脚支撑在两边，你就永远它不会摔倒，就是你只是说骑得慢一点，所以说骑行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骑过了这段土路以后呢，我们就会会上一条主路了，这条主路就是景区的一个大的柏油路了。从这个柏油路其实往前几百米吧，就是一个最低的一个观景台了。其实当你走上这个主路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你逃票成功了。攻略给到大家了，也希望大家订阅关注一下。到了这里以后，如果是你是租的摩托车，所有的观景台你要去没问题，你都可以去，有的是时间。对，如果你要选哪一个观景台，你也可以去选，这个都无所谓。但是如果是你是坐的吉普车，其实你也基本上就没法选。对，就是吉普车人家给你定的是哪个点，你就是哪个点。重点来了啊！走进去啊，我们就要下到沙海。进入沙海就全部是要走一段盘山路，然后直线下降的。这个盘山路的坡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陡的。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吉普车了。这条路其实没有什么难度，你就捏好你的刹车就可以了。到了沙海以后，这一刻才是这个摩托骑行最重头的戏码。最开始下去的时候，我说完蛋了，骑了大概10米吧，然后不行，骑不动。摩托车，因为我们是骑的是踏板车嘛，踏板摩托车的胎它是滑胎，它其实一到了沙海以后，后轮其实就失去了抓地力了，它就是甩的。你油门拧大了，它就甩得多一点；你油门拧小了，它就不走。然后我们就这样一模一模的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对，其实还好，它没有什么危险。这个男生太重了，他就已经下来了。然后现在是女生骑，然后男生推。没有什么危险的点就在于，你速度你起不来，你速度起不来，你就只有慢慢骑，然后你的两个腿你就掉在沙海里面，然后就这样撑着，所以说你的鞋子里面几乎都是沙。这边明显路要好走一些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为什么说的，你的鞋、你的裤子、你的衣服最好穿一身你可以扔掉的。然后我们就这样磨沙海。其实我觉得沙海还是蛮刺激的，反正我中途下来好多次，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在穿越孤独星球，走在沙海里面，我觉得我就像个神经病一样，戴个头盔在这里面走，哎呀好好笑啊。没有什么危险程度的，就是说你大不了就是慢一点，你摔不了。如果很担心骑行这个沙海，又像我们这样是2个人来的话，其实不用担心。你到了沙海以后，它边上它会有本地人的一个人，他会骑摩托车，你可以让你的女朋友、你的老婆、你的朋友，然后坐他的摩托车，就你一个人骑。其实一个人骑的话就完全没问题了，你就2个脚叼在外面就慢慢骑嘛，慢慢滑就没问题。然后你后面的这个伙伴呢，你可以坐他的摩托车。其实坐他的摩托车，他们收费很便宜的。对，他们都不会那种来说是乱要一个价格呀，怎么地。
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解决你租摩托车、骑摩托车技术不是太好，从沙海到 Bromo 的这一段最艰苦的路程。用我们这条逃票线路的话，你其实骑行沙海是最少的，因为从马郎到直接导航到 Bromo 的话，它会让你到沙海的南面，然后一直往北上到 Bromo， 这样的话你要绕大半个沙海，更痛苦。我们这样的话，其实只是从西面，然后到了中心这一小段的沙海。它其实沙海它分2段，从下到沙海到沙海的中间，它有一个护栏的位置，就是有人在那里卖椰子、一些小商铺的时候，其实这是第一段。第一段的话，你如果坐吉普车，你第一段也只能到这里。从这里开始，你要上火山，你就只有2条路，要么就是骑马，要么就是步行。所以你就是坐吉普车过来，你一身也会很脏。但是在这里的话，我还是建议大家骑马。因为那个骑马的价格，其实网上有人说是100块钱人民币到150人民币，确实是值得的。因为你不要去挑战走那个沙海，你要走下来没问题，但是真的是很累很累，它会让你的人很疲惫，而且你一身打得很脏，你也不愿意去拍照了。而且这个马，它这段价格来说，它是往返的嘛，对，它其实真的是很便宜。那么我们就更方便了，因为我们是骑的摩托车，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点。然后直接骑到Bromo的火山的山脚，就是那个印度寺庙，印度教寺庙的那里，然后它那里也是可以骑进去的，然后也有专门的停车场。到了印度教寺庙那里的话，它也有骑马的，但这里骑马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把车停到那里，你就只用在印度教寺庙那里，然后再爬一点点的路程，然后就可以上楼梯。然后最后一个补给点的话，也就是在楼梯的下面啊，然后有一些卖水的，然后卖一些小吃的。Bromo 火山就是最惊艳我的一点哈，就是你一直台阶上去，上到最顶层的时候，你一看过去，哇，哇，那种大自然的震撼，在这里才能感受得到。一上来完全不一样了。这是一个巨坑，本来就知道是个坑，但是没想到就一个坑也会让我觉得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这种自然的力量，能量无穷，就一下子被震撼到了，真的。火山口其实你可以沿着火山口走一圈啊，但是这个需要体力，需要勇气。你是不是每讲到这里，你就感觉很兴奋、很激动，就在发抖，力又冷。因为我这个重庆几度的温度有一点点的冷啊，然后走到那里还是觉得特别的牛逼，还很危险，因为它的那个火山口2旁你看着挺结实，但这实际上全部是那种沙石，所以其实大家拍照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哈。总结一下啊，这一期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义的啊，感兴趣的朋友，有需要的朋友的话，点赞收藏一下，转发一下给你喜欢冒险、喜欢探险、喜欢 Bromo 的火山的一些朋友姐妹啊。那世界这么大，十二带你游天下，希望大家点赞收藏转发一下，给我们更多的一些鼓励和订阅关注。那这期节目就这样了，拜拜。冷不冷吗？冷啊。那咱们可以进去了不？你觉得拍的怎么样？要不要补哪里？不晓得，你穿起码先冷得遭不住了。我觉得我冷得发抖了嘞。这个不好喝，没有糖。不甜，他卖68块钱一杯，我买的团购都45一杯。